我叫于仁荣，豪威集团创始人。2024年，我登顶胡润中国慈善榜，成了中国首善。因为我在家乡宁波砸300亿建了一所大学，但几乎同一时间，在另一个榜单上，我身上的标签是中国芯片首富、全球第3大图像传感器厂商的掌门人。首善和首富，300亿的豪捐和1000亿的商业帝国，每一个标签都足够耀眼。从宁波农村的穷小子到坐拥1000亿市值的芯片大佬，我用了大半辈子。但真正让我觉得活着像场硬仗的，从来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如何在一个被外资垄断了40年的赛道里，硬生生撕开一道属于中国人的口子。1966年，我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中包村，和世界船王包玉刚是同村，但村庄给我们的从来不是财富的硬币，而是贫寒的家境。那是一个穷的不能再穷的地方。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拼命读书。我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，又以镇海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EE85班。这个班后来被人叫做清华 EE85黄金一代，紫光赵伟国、赵毅创新舒清明、格科威赵立新、卓胜威冯晨辉、穗源科技赵立东都出自这个班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个班撑起了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半壁江山。1990年，我从清华毕业，进入浪潮集团做工程师，后来跳槽到香港龙悦电子做电子元器件的代销分销，一干就是6年，从货源到渠道，把整个流程摸得清清楚楚。1998年，32岁，我辞职创业，在北京成立华清新昌科贸有限公司。90年代末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电子产品大爆发，短短几年，华清就成了北京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经销商，年利润做到了1000万美元。1000万美元，在当时，这已经是个足够让人退休的数字了。我本该志得意满，但我却越来越不安。那些年我经手的每一颗芯片，每一个传感器，上面印的全是别人的 logo， 安森美的、松下的、东芝的，利润的大头永远在国外。分销做得再好，也只是别人的搬运工。做经销商只能喝口汤，要想吃肉，必须搞自主研发。2007年，我41岁，在上海成立维尔股份，正式踏入半导体设计领域。半导体研发周期长，耗资巨大，我采取了2条腿走路的模式，一边做分销赚钱，一边啃半导体设计的硬骨头。此后10年，维尔并不耀眼，外界评价我们是披着芯片公司外衣的分销商。直到2017年上市，分销依然占营收的70%。但我一直清楚，真正的仗在后面，我在等一个能真正改写行业格局的猎物。2019年，我等来了豪威科技。豪威曾是纳斯达克的巨头，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老牌王者，但在2010年前后被索尼、三星反超，跌至全球第3。2014年，中资财团将其私有化退市。当我提出维尔股份收购豪威时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。2018年，维尔营收不到40亿，总资产46亿，而北京豪威总资产近88亿，营收87亿，这是一条体量是自己数倍的巨鲸。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，很多人劝我算了，以小博大，弄不好要粉身碎骨。但我没有退，我亲自出任北京豪威的 CEO， 内部策应，扫清障碍。随后打出了一套极其精巧的资本组合拳，通过配套募资和并购贷款，维尔仅靠约23亿自有资金，就撬动了近150亿的交易。那是一场中国半导体史上教科书级的并购。吞下豪威后，维尔股份一跃成为全球第3大图像传感器厂商。2021年，公司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，我以123亿美元的财富成了中国芯片行业的首富。但这场鲸吞只是开始，吞下去还得消化。我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把研发当命根子。2023年到2025年，维尔的研发投入累计近100亿。第二，在汽车芯片上压重注，手机卷不过，我就去车载市场。到2025年，豪威的汽车 CS 收入达到80.2亿，全球车载图像传感器市占率一度达到43%。第三，在新兴市场撕开口子，人形机器人、AI 眼镜、AR、VR 这些都需要眼睛，而我们的 CMOS 图像传感器就是机器的视网膜。这3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，用研发换时间，用汽车换空间，用新兴市场换增量。手机 CS 的牌桌上，索尼和三星坐庄太久，我不掀桌子，我另开一局。等到对手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豪威已经在4个赛道上同时奔跑。2024年，维尔股份实现营收257.31亿元，净利润33.23亿元，同比增长498%。2025年，维尔股份正式更名豪威集团。2026年港交所上市，那个曾经只能喝汤的分销商，终于成了全球半导体餐桌上吃肉的人。但钱对我来说早就不是终点。2020年，我捐资300亿元，在家乡创办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，100亿建校，200亿作为办学基金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当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前100名企业家捐款的总和。有人问我，这么劳师动众办一所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大学，值吗？值，太值了！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教育改变命运的力量，因为我就是那个被教育改写人生的穷小子。半导体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长跑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不能只靠一代人。我要为这个行业修一条源源不断输送人才的护城河。这条中国芯片的突围之路，我只是最早出发的人之一。而在我捐建的那所大学里，无数个年轻的于仁荣正在拔剑起跑。